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今天发布了策划面对面里面的一些问答，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问答也是挺长的，有9个问题，但是里面有讲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官方又讲了什么。第一个问题，希望能够为联盟总动员活动加入任务自动刷新功能，例如当某类任务长时间无人领取的时候，可以按照筛选条件自动刷新一定次数。目前维护公共任务池对阿斯来说非常耗时，如果没有阿斯在线成员，可能无法顺利完成活动，也会影响联盟的排行榜竞争。这个在那种比较大型的王国问题会比较严重一点啊，像我这种王国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是阿4、阿5，我们可以自己去刷新任务而且我也观察到有一些先锋王国他们会专门去刷新一些用宝石的或者是用钱购买礼包的一些任务来完成，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子的任务嘛，所以要一直刷新就会比较浪费时间一点。但是如果要像他这样子自动等系统去刷新的话，可是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刷新。这里策划的回答感谢玩家的建议，他们也是注意到联盟总动员活动中维护公共任务池会给阿4、阿5官员带来一定负担，特别是当任务长时间无人领取或当前任务不适合联盟成员完成时，官员需要频繁上线查看和刷新任务，确实会影响活动体验。针对这一点，他们计划对公共任务池刷新机制进行以下优化。第一，公共任务池中未被领取的任务将随时间在任务栏中逐步累积可刷新次数，阿4、阿5无需一直在线等待刷机时机，就有点类似像我们驻地任务这样子啊，你可以自己去刷新多次，而不是只能刷新一次而已。阿4、阿5官员上线之后，可以逐一查看各个任务栏位，并刷新不适合当前联盟成员领取的任务，每个栏位的刷新次数将独立计算，刷新时仅消耗该栏位累积的次数。第三点，当某个任务栏位的可刷新次数耗尽后，该栏位将进入冷却状态，并在冷却结束后重新获得可刷新次数。任务完成后，公共任务池也会及时补充新任务，并提供一定的初始刷新次数。他们希望通过这项调整减少联盟官员在活动期间频繁值守、手动维护任务池的压力，也让更多联盟成员能够顺畅地参与联盟总动员。具体规则及参数请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应该会有不少玩家发现到官方对于这个联盟总动员好像特别上心啊，因为联盟总动员其实也是他们赚钱的一个渠道，所以他们是特别重视这个活动的，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会马上改。第二个问题，目前 ROK 游戏工具展示的是整个王国的数据，对分线王国不太友好，后续是否增加分线维度的数据？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反馈，他们计划在后续版本中为 ROK 游戏工具增加分线数据支持。王国分线后，玩家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线查看整体数据及成员详情，从而更加准确地掌握各条分线的实际情况。该功能目前正在规划中，具体上线时间及最终呈现形式，请以届时的官方更新为准。虽然这个东西大多数玩家应该不会用到啦，但是对于那种外交啊，要看 KVK 数据还是有一点用处的。毕竟并不是每个玩家都像我这样子，在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账号，而且要25等级才可以查看对方的数据有多少，而且你最多也只能看到战力而已啊，那个积闪你还要自己去计算，这样子算下来其实也是挺麻烦的。如果官方他们能够直接给一个数据，当然是最好最方便啦。下一个反馈，希望官方在加强对代练外挂及脚本行为监管的同时，也能够继续推进降杆减负方面的优化，帮助正常玩家减轻资源获取和战斗操作等方面的压力。资源获取就是很多玩家可能打 KVK 都不够资源来打 KVK 啦，那其实我觉得资源跟加速都是问题啦，不只是资源而已。战斗操作方面呢，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你用一般的移动设备跟用电脑的玩
玩家差距还是很大的。尽管现在官方可能推出了激战行军啊，或者是更加多方便的战斗方式也好，但是对于玩家来讲，这样子操作还是很辛苦的。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反馈，降低日常操作与养成负担一致的是他们长期关注和持续投入的方向。此前他们已经陆续推出激战行军、集团军、自动讨伐野蛮人、自动讨伐劫掠者以及搜索承载等功能，以简化部分日常操作。后续他们还将会继续扩展和优化赛季功勋商店，进一步降低战斗型玩家治疗的负担。降肝减负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长期工作，他们会结合各位玩家的实际体验和反馈，不断补充并迭代相关功能，也欢迎大家继续提出宝贵建议。所以他这个问题回答了什么东西？就是讲我之前做过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反馈再继续跟我讲，就这样子而已。我还以为他放出这个问题是想要实际回答说，我们最近又要推出什么功能啊，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子，结果他这边讲了跟没有讲一样。第4个问题，我看到我已经不想要讲了啊，这个东西不是最近才刚刚推出没，所以他上一个问题，也就是第3个问题跟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拿进来凑数的。而且这个最近才更新嘛，那国服可能还没有更新啦，国服好像要等多2天呢。这个就是前阵子官方更新公告里面就有讲到那些疑兵没有用到啦，要怎样处理啊，然后会把我们那些资源产量的道具会换成别的东西，换成资源给我们。所以基本上它这个第4的问题其实是可以不用放进来的。哎呀，我不知道了。来，我们看第5个。5月的策划面对面提到后续推出新的决斗类玩法，可以介绍一下更多细节吗？感谢玩家的关注。正如上一期策划面对面中提到的，他们正在开发一项全新的 KVK 决斗类玩法。OK， 你们看到这边应该是讲着说1月应该不会读这个字啊，你们猜对了，所以我去 Google 了。决斗金辉，好吧，希望为各位玩家带来更具策略和对抗性的战斗体验。目前规划的核心规则如下：建造机制，在对应的 KVK 中，阵营可以向各联盟分配决斗建筑的建造名额，该建筑可以用于正常扩张联盟领土，但暂时无法在皇庭区域内建造。它那个逻辑跟要塞差不多，就是在皇庭里面不能建了。争夺与保护机制，决斗建筑建造完成之后，将进入持续数小时的争夺期。争夺期间，玩家需要同时派出多支集结及驻防部队，在建筑内与敌方进行决斗。参与决斗的部队在此期间不会受到其他部队的影响。争夺期间，进攻方在决斗中获胜后可以正常点燃该建筑。争夺期结束时，如果建筑尚未被摧毁，则会进入持续数小时的保护期，保护期无法受到攻击。战损规则与普通旗帜战斗不同，在决斗建筑内产生的重伤单位将会全部返还医院，以降低参与决斗所带来的部队损耗压力。该玩法目前仍处于开发和打磨阶段，最终名称及详细规则请以游戏内正式上线时的公告为准。也欢迎各位玩家积极反馈对玩法细节的看法，帮助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完善这一玩法。 KVK 已经很不得空了你还要搞这样子的活动给我们去玩了。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放在 KVK 之外啦，就比方说像我们没有打 KVK 的时候没有事情做，你可以把这个活动放在外面，而不是在 KVK 里面。希望在其他剧本中也能体验到类似特洛伊战争的决斗玩法，又是这个东西。对于没有太多时间参与野战的玩家来说，通过相对轻松的方式与战斗并获得一些击杀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我这里要讲，很不好意思，我喜欢特洛伊战歌它这个地图的设计跟玩法，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决斗玩法。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建议，提供更加多样低门槛的战斗体验一直都是他们丰富 KVK 玩法的重要方向。他们计划在后续 KVK 的关卡5阶段为所有剧本都加入源自特洛伊战争的奥林匹斯对决玩法。这个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你自己的账号它的品质并不是很高，比较弱的话，你在这种玩法中你就很亏了。为玩家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实战舞台，但是
他那个实战舞台都不用我自己手控去操作啊，根本都没有技巧，就单纯你自己的账号跟对方比而已啊。为了避免影响原有地图和战局体验，该玩法将以独立副本活动的形式开启，玩法机制将与特洛伊战争中的版本保持一致。进入决斗后，部队将获得水晶科技争议，战斗中也会产生重伤单位，又会有重伤单位啊，这样我不要玩这个活动了。尽可能还原原汁原味对抗体验。活动期间排名靠前的玩家还可以获得丰厚的荣誉值奖励。该玩法目前仍在打磨阶段，最终名称及详细规则请以游戏内正式上线时的公告为准。不管怎样讲都好啦，我都是不喜欢这个活动的，拜拜。下一个问题，你们可以看到国际服这边呢已经有很多变了。他的问题就说到，了解后续新阵型的推出计划，方便提前规划养成方向。这里策划的回答，他们计划在2026年8月左右推出第2代的偃月阵军器，并不是三线阵啊，并同步升级偃月阵阵型的效果，使其在重击相关体系中拥有更加清晰的定位。按照目前的规划，升级后的偃月阵将提供重击伤害提升 12% 的效果。相关内容正式上线前，各位执政官可以在游戏内看到对应的预告，具体推出时间及最终效果请以届时的游戏内公告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骑兵玩家的话，恐怕你的骑兵还要继续烂下去，没有这么快可以看到骑兵的春天。因为其实讲真的，现在步兵的定位呢还没有这么糟糕啦，就是会稍微弱一点点而已，但是比较起骑兵跟工兵算是很好了。那不管怎样啊，如果你的部队里面是有用重击伤害的统帅，或者是你是步兵玩家的话，你就要注意这一点了。在这段期间里面，快点去存你们自己的转换石。目前游戏中还没有橙色品质的采集饰品，后续是否计划补充此类饰品，让采集方向的养成也能拥有更加明确的提升目标？会问到这个问题的玩家呢，大概率应该也是农夫来的。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关注。他们目前计划在征服赛季中加入全新的饰品万象之魄，其目前规划的效果为提升所有资源的采集速度 15%。 哇哦，这样子看起来又好像有点吸引人哦。该饰品计划通过后续的征服赛季商店投放，具体上线时间、获取方式及最终效果请以游戏内正式公告为准。我是觉得说，如果他这个饰品的图纸需要用到征服币来兑换的话，应该会比较少人去兑换啦。但是如果可以用赛季币的话，可能还会有玩家去兑换啦。但重点是你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来制作。假设说他跟你说，我需要用到兽皮，需要用到木材这些来制作的话，我觉得会比较贵一点了。如果他全部都可以用兽骨来制作的话，我真的会考虑一下。最后一个问题，目前预备赛季的节奏比较慢，部分王国很快就完成了统一，之后却要等待1个月才会有新的战斗，希望能够适当加快预备赛季的整体节奏。这个问题跟老玩家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直接退出这个影片啊，后面可以不用看了。第一次看到主播赶人走的吗？策划回答，感谢玩家的建议，他们也是注意到了目前预备赛季中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确实会影响到部分玩家的游戏体验。针对于这一提问，他们计划对预备赛季进行一次专项调整，核心方向是少等待多战斗，让整体节奏更加紧凑。我第一次看到有玩家投诉说那个时间太长了，通常是会觉得说太短啦，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不要这么快就打 KVK 这样子。他们将从以下方向着手优化，缩短预备赛季的时长，压缩预备赛季中较为多余的等待周期，让玩家能够更快的进入具体有对抗内容的阶段，同步调整相关内容节奏。在缩短赛季时长的同时，他们也同步调整地图开放时间，编年史阶段内容及部分活动的开启时间，使整体进程更加连贯合理。上述调整后续将在部分新王国中率先进行先锋体验，他们也会结合先锋体验期间实际数据及玩家的反馈持续优化，待方案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策划面对面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整体来讲呢，并不是让大家感到比较满意的一些问答啦，有一些是有用啦，就比方说像那个 ROK 工具啊，联盟总动员刷新啊，虽然那个联盟总动员刷新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啦，那同时间你们也可以看到国际服玩家的反应啊，上面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有反应的，只是下面这里开始讲新阵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给便便了。然后讲到关于采集的视频的时候，全部在那边笑。最后一个讲到新的区域也是给便便，我不知道为什么给便便啊，可能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就觉得说哪里有人觉得那个时间太慢，我个人是觉得说他节奏很快了，完全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去养自己的账号，你这么快就要打下一次的 KVK 了。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我个人是不满意啦，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